各位朋友，我曾经说过，中国呢到了这个科技大爆炸的时代，傳來了一個重大的消息，就是華為啊，它發明了一個叫濤定律的新定律，突破了半導體芯片製成的摩爾定律，甩開了光刻機。美國傻了，這還制裁個鬼呀！華為的說到今年秋季的時候能做出來等效 1.4 納米的芯片了，這個太重大了，朋友們，我們來看看啊，新華社，摩爾定律面臨物理極限和經濟效益的雙重挑戰，全球芯片行業迫切的需要探索新的演進路線。5月25號，電氣電子工程師學會在上海舉辦的國際電路與系統研討會上，華為公司發表了濤定律，提出以時間縮微替代幾何縮微作為半導體與電子系統演進的新指導原則，通過邏輯折疊等創新技術，持續壓縮信號的傳播時延，不斷的提升晶體管的密度，從而實現半導體與電子系統的持續演進。華為公司的董事、半導體業務部的總裁何庭波表示，在過去6年的探索實踐中，華為公司設計並量產了381款遵循濤定律的芯片，即將於2026年秋季面世的麒麟芯片更進一步的採用了濤定律的邏輯折疊技術，性能有望大幅提升。華為公司預計到2031年，基於濤定律的高端芯片晶體管的密度有望達到 1.4 納米製程的同等水平。具體來看，邏輯折疊等核心技術構建了貫穿器件電路芯片到系統層面的多層級的協同優化體系，包括但並不限於優化晶體管和互聯電阻及寄生電容，突破傳統平面布局的物理邊界，軟件架構芯片全站軟硬芯兒協同設計，重構計算機互聯協議等。華為公司表示，在濤定律的路徑下，期待與全球科學家、工程師和產業夥伴緊密合作，共同制定半導體與電子產業的持續發展。今天咱們必須得好好聊聊一件真正能載入科技史的大事。就在今天上午，華為在一個國際頂級的電路與系統研討會上，正式發表了一個叫濤定律的新理論。你千萬別覺得這只是個學術概念，這可是中國在全球半導體領域第一次提出指導產業發展的核心原則。說白了，過去幾十年，全球芯片產業都是跟着摩爾定律走，也就是不停的幾何縮微，把晶體管做小做小再做小，現在撞牆了，做不動了。而華為提出的這條路是要用時間縮微去替代幾何縮微，這標誌着我們從一個規則的跟隨者開始變成規則的制定者。你可能會問，這時間縮微到底是什麼？它到底怎麼改變芯片？邏輯很簡單，芯片性能要強，關鍵之一是信號在裡面跑得快，傳得短。以前我們靠把晶體管物理尺寸硬生生縮小，現在這條路成本高得驚人，良率還難以保證。那華為的思路是什麼呢？我不死磕物理尺寸了，我通過邏輯折疊這種架構上的創新，把整個系統的信號傳播時延給壓下來。這背後是一個貫穿了器件、電路、芯片到系統的多層級協同優化。而且華為敢這麼說是有絕對底氣的。過去6年，他們基於這條路已經悄悄摸摸成功設計並量產了381款芯片。今年秋天，全新的麒麟手機芯片就會出來，完整採用邏輯折疊技術。他們還預計到2031年，基於濤定律的高端芯片，其晶體管密度能達到 1.4 納米製程的同等水平。不用最先進的極紫外光刻機，用系統架構的巧勁兒實現同等甚至更優的性能。這對投資者來說，意味着產業鏈的價值邏輯要被重塑了。有些朋友可能還盯着傳統的製程突破，但真正的機會已經大規模轉移到了架構創新、先進封裝和新型材料上。我們一個個來看。最直接利好的，首先是芯片設計服務和 IP， 因為邏輯折疊是在設計層面用架構換性能，這需要極強的設計能力。比如芯源股份，它是國內半導體 IP 的龍頭，現在深度綁定華為新架構芯片的設計服務，市場上都在傳，華為近期通過它下單了三星的2萬片晶圓，對應100萬顆芯片，訂單金額超過50個億，這不是小數目。還有燦星股份，做一站式定制服務的，今年1季度的在手訂單已經達到9.22億元。新架構滲透帶來的設計需求正在持續釋放。
接下來是涛定律落地最關鍵的一個物理支撐環節——先進封裝。邏輯折疊要把不同功能模塊高密度集成在一起，必須用到 2.5D 和 3D 封装。這個環節的幾個核心公司確定性非常高，比如長電科技，它是華為升騰系列 Chiplet 封測的核心夥伴，今年的相關營收預計能到80到100個億，而且是4奈米 Chiplet 的獨家供應商，訂單都鎖到2027年了。還有通富微電，它在升騰910系列的 2.5D 封裝裡份額超過了 60%， 它在合肥的基地現在做的 HPM 產線，滿產後能佔全球 15% 的產能。當整個行業都在轉向用架構和封裝對冲制成瓶頸的時候，這些公司的戰略地位就一下子凸顯出来了。我們再說一個容易被忽略但極具彈性的環節——材料。新架構对散熱封裝材料的要求是顛覆性的，比如有鹽粉材，它有一款新型散熱铜粉，是跟华為合作，歷时2年专門為升腾芯片研发的，獨家供應。這種材料的壁壘非常高，不是隨便就能替代的。還有華海成科，華為的哈勃投資持有它大概 3% 的股份，它的顆粒狀環樣塑封料已經進了升騰的供應鏈，完成收購整合後，它已經是全球環樣塑封料出貨量第2的企業了。當然，算力生態的合作夥伴是直接的贏家。涛定律的成果已經在升腾 AI 芯片上大規模驗證，像華豐科技，它是昇騰950及 Atlas 350服務器裡 224G 高速互聯的國內唯一量產供應商，市占率超過 60%， 哈勃也持有它股份，這是實實在在綁定的。還有像潤和軟件，它完成了底層軟件站的遷移，率先推出升騰一體機，今年1季度淨利潤同比增長了將近 148%， 生態價值正在快速釋放。順着這條線，我們再把眼光放長遠一點。涛定律提出的多層級協同優化對整個芯片設計的方法論是顛覆性的，這給國產 EDA 軟件提供了換道超車的機會。以前我們跟着別人的工具和流程走，現在新架構需要全新的設計、仿真和驗證流程。華大9天作為國內龍頭，廣力微作為華為哈勃投過的標的，他們的長線邏輯非常清晰。所以各位朋友，我們不能再拿老眼光看華為產業鏈了。今天的華為概念股跟4年前可能已經完全不是一回事了。過去的邏輯是跟着補短板做替代，現在是跟着一起定義新規則，開拓新路徑。秋季麒麟新芯片的發布將是涛定律技術實力的第一次公開大考，那會是產業鏈核心標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價值重估窗口。摩爾定律徹底失效，華為一條新定律或將改寫全球半導體格局。家人們，咱先琢磨一個扎心的問題，全球半導體產業被摩爾定律卡脖子幾十年，如今製程快摸到物理天花板，難道咱們就只能在先進芯片賽道永遠被動挨打？這個問題在2026年5月25日直接被華為一條炸裂消息砸破了僵局，整個行業徹底炸了鍋。2026年5月25日，在上海舉辦的國際電路與系統研討會上，華為正式發布半導體領域涛定律，人民日報客戶端同步權威報道，這也是咱們中國企業首次在全球發布指導半導體產業演進的底層定律，真實性經多方信源交叉驗證，絕非行業炒作的虛假概念。順着線索往深扒，咱先用大白話把專業名詞給零基礎的家人們講透。首先，摩爾定律就是咱們熟知的每2年把晶體管做小一半，定能翻倍。說白了，靠縮小管子提升算力。可現在7奈米以下先進製程不僅研發成本動輒1000億，還被海外技術死死卡住脖子。而華為的涛定律核心是時間縮微，放棄死磕物理尺寸縮小，轉而用邏輯折疊技術，把芯片裡原本分散的電路邏輯像疊紙一樣壓縮重構，缩短信號跑完全程的時間，以此提升晶體管等效密度。問題來了，這技術到底牛在哪兒？對比傳統先進製程，它最大的優勢就是不依賴高端光刻機，成熟製程就能跑出先進製程的性能，完美繞開海外技術壁壘。行業壁壘更是拉滿，需要底層架構設計、電路算法、封裝工藝3位一體的技術沉澱。華為過去6年已經靠這套思路落地381款自研芯片，實打實完成量產驗證，未來還計劃在今年秋季的麒麟芯片全面落地，實際應用場景覆蓋 AI 算力芯片、手機處理器、工業芯片，產業價值直接給國內成熟製程芯片開闢了全新的升級賽道，徹底打破摩爾定律的路徑依賴，這也是它被業內稱為非摩爾時代破局之路的核心原因。我這2天剛看到一個新聞，華為公司剛剛發表了它的 AI 邏輯推理芯片，說已經達到了就是黃仁勳想賣給中國的 H200 的同等水平。美國原來還不賣 H20， 現在呢 H200 求着中國都不買了。再過幾年的話，荷蘭的光刻机也都要扔到垃圾堆裡邊去了。千言萬語汇成一個字兒，
那就是牛逼。那位说这是2個字，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